金光闪闪的素铁寺，清迈人的神圣之地。素铁寺 Wat Phra That Doi Suthep， 又名双龙寺，位于清迈府的素铁山上，距离清迈市约15公里。素铁寺寺内金碧辉煌，香火鼎盛，更可由此一览清迈全市景色，是游客的热门目的地。当地人有俗语，没有来过素铁寺，就等于没有来过清迈。超过600年历史的素铁寺，建于1383年，是一座由白象选址、皇室建造、充满传奇色彩的庙宇。相传，素可泰王国的西兰高僧苏玛纳泰拉，从梦中异象发现了佛舍利，按照指示必须送到兰纳王国。他依梦中的指引取得佛陀舍利子之后，将之带到了清迈。苏玛纳泰拉将舍利子献给了毗耶格纳王。当松达寺落成后，毗耶格纳王便开始兴建了一座佛塔，以作为供奉舍利子之用。当苏玛纳泰拉将舍利子取出时，舍利子突然分裂成2颗，其中1颗依旧供奉在松达寺的佛塔之中。而另1颗则让白象背着，由白象选择一处可以建寺供奉舍利的福地。国王和西兰高僧跟随背着舍利的白象出城，白象随意游荡，前往至素铁山，最后在素铁寺的现址趴下，像是钦点此地为建造佛寺的地方似的。因此，国王就命人在此兴建了素铁寺，也就是现在所供奉释迦牟尼舍利子的素铁寺。而现在我们看到的素铁寺是慢慢地扩大而成的，而通往寺庙的路则是在1935年开通的。可想而知，以前的信众要上山拜佛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素铁寺大门口的旁边有着一座小佛祖寺庙，但是两者是不相同的。门口的外面有着非常多的小摊贩，贩售着一些纪念品和小吃。素铁寺的大门口，这只是前菜的台阶而已，后面还有更长的台阶。素铁寺的入口台阶两旁有那迦护卫的石梯，是由那迦与摩羯罗组成。这条那迦与摩羯罗护卫的阶梯代表着彩虹天桥，长达150米，象征着从人间通往天堂，相当壮观。由于那迦貌似中国神话的龙，因此被华人游客称为双龙寺。从入口处至寺庙共有309个台阶，游客可沿着那迦的身躯步行而上，或乘坐缆车上山，缆车的票价为20泰铢。爬完309个阶梯之后，就会来到了售票处。泰国人免费，外国游客门票为30泰铢。素铁寺分为前庭跟中庭，前庭设有花园、宗教雕像、庙钟等等，中庭有供奉佛祖舍利子的金色宝塔，四周有金伞护持。
金色佛塔的周边有许多不同的佛像，该寺也设有冥想中心，提供冥想课程给本地与外国游客。素铁寺的左侧有一处观景台，天气好的时候可以俯瞰清迈市区的美丽景致。寺庙的外头有一间庙，供奉着高僧，居中的立像是出名的僧人古巴喜威猜。古巴喜威猜生于1878年，于1939年圆寂。他是清迈近代最重要，也是最有传奇性的高僧之一。目前，大家可以开车直达素铁寺的这条上山的大马路，据说是他带头开始建造的。接下来就是进入主殿，可以看出寺里的格局方正，且以佛祖释迦牟尼的舍利子塔为中心，在东南西北各处还有不同的佛殿坐落。整个素铁寺可以看见，不管是佛殿的建造，或是宝塔宝物的设计，都让人感到金碧辉煌，到处都是金光闪闪的影子。据说使用了242.2公斤的黄金来打造整间寺庙，搭上蓝蓝的天空，实在太壮观，太美了。在主殿的广场上，有一座巨大的金色佛塔，塔身贴满金箔，塔顶的甘露由36公斤的黄金铸成，金光闪闪。金色佛塔的旁边还有4座金制的伞，雕刻制工很精致，超美。闪闪发亮的金色佛塔，高耸入云，阳光下灿烂夺目，富丽堂皇。在1525年，孟角王将此佛塔重修，加高到超过16米，后来陆续修缮，现在整座佛塔几乎贴满了金箔，并超过20米高。至今，素铁寺的金色佛塔仍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的舍利子，因此在佛教当中的地位相当的高。每个来参拜的泰国人都用最虔诚的心来参拜与祈福，每年都会吸引成千上万的信徒来这朝圣。据当地人说，在泰国有12生肖属相的守护寺庙，清迈素铁寺的舍利塔就是羊年人的守护塔。据说绕行佛塔3圈，您的愿望就会成真，所以来祈福的参拜者通常也会从东边开始，顺时针绕行佛塔3圈。绕行的旨意是为了祈福。信众礼佛后，会把莲花留置于佛塔周围的佛坛中，体验心灵的祥和与宁静。金色佛塔的周围有许多烫金的佛像围绕着，感觉好像来到一座黄金佛像博物馆。真的是一片金光闪闪。佛山佛海啊！
说到玉佛，素铁寺也可说是供奉最多玉佛的地方了。以前从来不知道，阳光下的玉佛可以这么美。除了金佛和五颜六色的玉佛外，还有大理石的白佛。供养佛像的花束都会精心设计过，上面还会插细棍和泰币纸钞，也是泰国的 style。金色佛塔外的4个方位，也都有供人参拜祈福的佛殿。不同的佛殿有不同的祈福项目。来到素铁寺参拜，还有件热门的事，就是到佛殿内祈福绑白绳。高僧会先诵经祈福，并洒圣水在身上，接着帮参拜者绑上白绳。在泰国，白绳有祝福之意。廊道下的佛像和精美的壁画，佛祖的一生简介都可以在此看到。清迈的寺庙很多都有一整面的祈福钟，感觉很庄严。像这里的祈福钟，就是许多人会来此敲响祈求好运的。在寺庙里特立有1米多高的白象雕像，以纪念陀运佛舍利的白象。除了白象雕像之外，寺庙里到处都有大象背着佛塔的雕像，可见这传说很有根据性。为了纪念兰纳王国的第6任国王披耶格纳王让白象巡的此地而建素铁寺，使得清迈地区能清平盛世。也特别在17世纪又建造了格纳王殿，在院区内。格纳王殿外广场上的佛像，继续往后走就会走到眺望台了，可以眺望整个清迈市区景色。另一侧也有一个观景台，不过要先上楼梯，两边的景色其实是差不多的。只不过这个观景台比较高一些，如果天气很好，非常容易看到清迈机场的跑道。观景台上有12生肖亭，4根高大花瓶造型的柱子，托起了一个雕饰着12生肖图案的顶盖。素铁山位于清迈古城的西郊，海拔1667米。山上树木葱茏，满山白云缭绕，气候凉爽宜人。素铁山是泰国著名的游览地之一，也是泰国著名的佛教圣地。素铁在泰语中是先有的意思，当地华语称之为玉仙山或会仙山。1月份的清迈是个早晚偏凉的凉爽季节，也是个赏樱花的好时节。如果在清迈当地想问赏樱花景点，在地人一般最首推的就是昆昌千。昆昌千位于清迈梅林区，也就是素铁山一带，
这里的环境备受群山所拥抱，是个属于原始、开发较少的森林山区。每年1月底2月初的清迈樱花季，就会有大批的观光人潮上山朝圣，就为了一睹那粉红樱花谷的美丽景色与浪漫惬意。清迈素有玫瑰之城的美称，而临近素铁寺的普平皇宫 （Bubing Palace） 绝美玫瑰。普平皇宫更是种满了玫瑰花，每年的1至3月，花季时节，王室成员也会择期来这里避暑。普平皇宫建于1961年，从素铁寺在前进5公里即可抵达。普平皇宫是泰国王室成员造访泰北时的避暑行宫，也是王室接待外宾的住所。素铁山上凉爽的气候，使得许多植物得以生长，因此园区内林木扶疏，各种花卉争奇斗艳。而泰国皇后在此地种植了各式各样的玫瑰花，因此这里成为了世界上种植玫瑰品种最多的地方。各种颜色花型的玫瑰绽放其中，让人仿佛置身在梦幻的童话世界。普平皇宫其白墙红瓦的建筑样式，虽然没有金光闪闪的华丽感，却相当的典雅别致。配上林木扶疏花草与错落的凉亭，漫步其中相当的舒服惬意。参拜完素铁寺，不妨来走一遭普平皇宫，体验泰国王室于炎热夏季之中的绝佳避暑胜地。如果你正在规划要来泰国清迈自助旅行的话，如果天气好，倒是可以到素铁寺走走。阳光下的素铁寺金光闪折，原来被黄金闪的感觉是这样，色彩鲜艳，表情动作的呈现很鲜明，会让人不自觉地拍很多照片。虽然说我们不像泰国人那样笃信佛教，但是素铁寺那雄伟的建筑与风格却是相当有特色，跟清迈古城中的寺庙比起来，是完全不同的风格。如果你来清迈，千万别错过如此金碧辉煌的素铁寺 Wat Pa That Doi Suthep。Kap Kun Cup， 谢谢你的收看，请记得订阅泰国攻略频道，是完全免费的。